排位呢。大哥，娘。哟，韶华，你怎么有时间来了？我特意来看你们的。哎，少忠，妹妹来了，快来说说话。你看，就当我不在家。哎呦，娘，坐吧。想你了。娘，我这次过来呢，是特意跟你们告别的。啊？我要带轩轩啊出一趟远门，这一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。你说啥？要出远门？对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法兰西。法兰西？那不是洋人的地儿吗？对。你跑那儿去干嘛呀？你一个人带轩轩去？还有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靠不靠谱啊？很靠谱。那盘缠带够了没有？路上安不安全？那洋人的地儿，咱们中国人待得住吗？韶华，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呀！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和轩轩此行啊，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韶华从小就能干，肯定没事。娘，可他这次走的也太远了。是，你说你这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干嘛非要走啊？我一直都想去外面看看，这次也正好是个机会。可是你走了，这家里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那你的药铺怎么办？我走了以后呢，华顺药铺这边就交给王先生和江先生来打理。啊？交给2个外人打理？他们俩是跟我一起创业的元老，不算外人的。那不算是外人，那也是外人呢。那还不如交给我打理呢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信不过我？大哥，我不是信不过你，是现在华顺药铺他们俩做的正得心应手，贸然换人的话，我很怕影响到华顺药铺的生意。什么好影响的？华顺药铺的门道啊，和别的药铺还有点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药铺我开了几十年，不就低买高卖那点事儿吗？大哥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这么做就有我这么做的道理，而且也是最妥当的。哼，反正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信不过我，啊，怕我搞垮你的药铺。不是，我不跟你聊了。哥。韶华，你说你都要走了，你还不把药铺交给你大哥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啊？娘，大哥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。我如果把华顺药铺交给他，那结局就跟池春堂是一样的。可是，我们就不说这个了。我今儿个来呢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跟您说。等我走以后，华顺药铺的股份，您和大婶他妈各占40%。那是多少钱呢？这么说吧，没有天灾人祸的话，华顺药铺1年的红利可以维持这一大家子的生计，就算将来小宝上学什么的，那都不成问题了。那就好。哎，但是你们只有分红，不能参与药铺经营，也不能把股份转让。那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这钱你们就安安稳稳的拿着，未来啊，也不用再为钱发愁了。好了，娘，我呢要回去了，啊。再过2天呀，咱们就一起去安克堂签字画押去，啊。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自己都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走了，娘。您保重。韶华，韶华。
追了，咱们现在在城里不宜久留。东西都办完了吗？办了。差不多了，撤。是。撤！大少奶奶呢？快点！大少奶奶！哎，记住我们家大少奶奶了吗？大少奶奶！大少奶奶！先救火！救火！救火！快！救火！拿到。啊？我问你钱呢？少华怎么了？伤，全是血，全是血，全是血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烫啊？少华，伤。什么伤？下雨了！快！大少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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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长官，长官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们家大少奶奶到底在哪儿啊？啊！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被三兽帮掳走的。三兽帮行事从来都是这样，杀男抢女，抢完烧光。长官，那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我们大少奶奶救出来啊？被三兽帮掳走的女人，就没有能活着回来的。华顺药铺是什么情况？全烧光了。哎呦，真可惜耶！哎，那小寡妇呢？听说药铺里发现3具尸首，但都没有那寡妇。嗯，说是让土匪给抓走了，活不成了。哎呦喂，这可真是红颜薄命啊！你们这是根据不同的伤情调了不同的药包啊，同样是止血止痛，伤处不同，所用药材那也是有差别的。就譬如之前商副官即被中枪，如果能及时用上我们的正骨药包，必定不会落下下雨天肿痛的病根儿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之前几辈曾经中枪，又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个病根呢？商副官曾经参加讨逆，冲锋在前，雄姿英发，
那可都是在报纸上登载过的，我等小民都有印象的。嗨，屈王爷不值一提。商副官，何不再看看我们这报价？恕我直言啊，你们要这么报价，那可没什么胜算呀。我们陈记药铺这报价可能不是最低的，但您看看我们的用量，那绝对是最真最好的。那你这么说，你怎么保证呢？签约之日附赠样品，如若在交货之时您发现实物和样品不符的话，我们陈记药铺自认10倍罚款。倒是没有哪个药铺敢签这样的条款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晋军9月就要南下了，交战地多半在湖南一带。其实暑热未尽，南方又多湿气，北方的士兵就很容易中暑或患上疟疾。所以在枪伤、刀伤的救治药物之外，我又额外加配了藿香、黄连、茯苓等清热解毒、化湿止泻的药材。你连这个都研究了？战事莫测，万一不能速战速决，天气又由热转凉，尤其暑热之症未绝，又容易受上风寒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所以我又加配了专治内热外寒的药材。到时候让医官照方取药即可。难为你们这么用心啊！其实，我们宁可不挣这份钱，也不希望打仗的。但是国家大事，不由我们决定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希望士兵尽量不要受伤。万一受了伤，至少能够得到最及时、最有效的救助，将伤痛减轻。要是所有人呀，都能像你们这么想就好了。可那些人呢？他们想的就是他们的回扣，他们的利润，而这些在前线打仗士兵的生死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。商副官，难道就不能为前线士兵再争取一下？我吗？我人微言轻。可最终上战场的，那都是你的兄弟。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，虽然现在这批订单还没有最后的结果，可徐特使呢订了首源药庄，而蓝主任呢看中了上海的田氏药号。就算你们这些药商再有实力，再有诚意，没希望的。我明白了，但是我希望最终不管是哪家药铺拿下订单，都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做，不为别的，就是希望多几个战士能在战场上活下来。谢谢。这是啊，我前2天在徐特使那儿听到您一直都在咳嗽，我就专门配了这碗清凉解表、专治热咳的药。商副官，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您若信我的话，可以试试。我信。打你过门啊，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。你是能干，能干是能干，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。以前大顺在的时候，宠着你，护着你，但是今后啊，大顺不在了，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像以前那样宠着你，护着你了。正是因为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，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。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，我骂他了，
可你要是听话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？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，我有错吗？你要那些个东西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，你料理家务，把轩轩带大，你不好吗？无论是陈家庄还是北京城，你打听打听去，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，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？娘，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，只有我能做这生意，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？赚钱，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，他爹跟大顺能回不来吗？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，我宁可我自己去，我也不可能让大顺去。后悔没有用了。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，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，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，你要遵守，我也要遵守。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药铺上的生意？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？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。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？那是过去，过去他爹在，大顺在，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边挡着呢。二顺他小，所以他贪玩。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二顺不会那样。他都自己都说了，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。他还跟我说，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，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。老大屋里的啊，我再劝你一句，不要跟二顺去争。你把我的那份给我，在陈家还有救。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，那咱家陈家就真完了。我劝不了你了，我也不劝了。在这儿待着吧。娘，你再好好看看这院子。我把花撂这儿，不过多久，咱就都不属于这儿。唉，怎么娘，还是不听劝啊？这女人可真犟啊！什么？给你40个大洋？娘，您看，咱家现在呢，吃喝是不愁，但是咱给长远计算是吧？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。你又来了，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呢？做生意那都是男人的事儿啊！你在家带孩子有吃有喝的不好吗？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，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，不做生意，那是不是太可惜了？做生意有二顺呐，不用你。娘，我保证，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。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。不，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？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？娘，这样吧，我给您写张借条，行不行？我保证3个月
连本带利40个大洋都还给您，行吗？不行。你做生意，你亏了本怎么办呢？你写借条，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？我还真上官府，我告你去。你到时候你告诉我，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，我跟谁要去？不行，娘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允许迈出这个大门一步。韶华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娘病了，说让你回去看看。啊，这前2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回去就病了呢？大哥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娘到底得什么病啊？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就是受点风寒。她呢，总是闹着要见你，没别的。那就好。干嘛？给轩轩的。哥，我不能要。你嫂子不知道，拿着。谢谢哥。娘，啊，您这都受风寒了，您还在这院里坐着？哎，娘没事儿。您没什么病，什么意思啊？娘等你呢。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，这不，媒婆都来家了，想看看你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回来啦！嘿，韶华，我跟你说哈，哎呀，你这妹妹啊，果然长得漂亮。这个曾老爷呀，年纪也不大，今年刚53。哟，那确实不大哈，只比我大30岁。对呀，身子也健壮。大夫都说，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，那还真是难得。而且我跟你说哈，他家里有300亩药田。那挺殷实的。可不殷实吗？而且他出手大方呀，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。30个大洋啊！更难得的是，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，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。2个女儿一早就都嫁出去了。你一过门，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。啊！可是我这丈夫啊，才死没多久，我这马上另嫁的，这让旁人听了，该怎么说我呀？就是啊，韶华，就算要改嫁的话，也得再过几年吧。哎呀，妹，你要再过几年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！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，难了。再说了，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，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。我说大侄女儿，就算是你能等，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。哎呀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。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，这事儿他也不是不可能。大侄女儿，你想什么时候见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行。行。韶华，妹啊，我跟娘来看看你。娘，我和你大哥呀都挺惦记你的。前些日子呢，家里事情多，顾不过来。今儿刚空下来，我就跟娘说，咱们去看看韶华吧。是，娘，喝茶。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非得有事儿才能来吗？听说你这生意做得不错，还行。哟妹，你这就谦虚了。现在齐州城里啊，都知道华顺药铺的生意啊，那是好的不得了，马上就要超过这个守元药庄的池春堂了。
韶华，你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还得忙活这么大一个药铺，是够辛苦的啊。您慢走啊。哎，小王，嫂子呢？您慢走。大少奶奶娘家人来了，在后院聊天呢。啊。哎呀，妹啊，一看你都憔悴了，真的。你看这小手，这都瘦了。辛苦是辛苦，但是我乐意。哎呀，那不行啊！那我们看在眼里，这心里难受啊。特别是你啊，少华，我想着呢，你看你哥啊，他在家里边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让他上这儿来给你帮帮忙，啊？哎，对呀，娘这主意好。一来呢，你身边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亲人；二来呢，药铺嘛，本来就是你大哥的老本行，他来了，你的生意啊，只有更好，没有更差。那大哥来了，能做什么呢？哎呦，那他能做的可多啦！我跟你说啊，抛头露面的事儿你都可以交给他，管人、管账、管事儿他都行。韶华一句话，你哥来了，你啥事儿都不用管，你回家去啊，带轩轩享清福，多好！你的意思是，把华顺药铺交给我大哥打理？对呀，让你大哥做牛做马，你在家享清福，那个当甩手掌柜。我大哥也是这意思。他没直说，但是夫妻嘛，他心里想啥，我知道的。那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哎呀，那你说嘛，要怎么样才好？这华顺药铺，请问你们出过1分1毫的本金吗？好，就算家里没有钱，那出力总是可以的吧？请问你们出过1分的力吗？不出钱不出力也就算了，连句话都没有。现在我把这华顺药铺开起来了，生意走上正轨，你们来打我主意来了，当我傻呀？妹，你这话说的，那不是之前不知道吗？这不刚知道了，就想让你大哥来帮帮你吗？不用你们帮，我自己的生意我自己心里有数。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先回吧。别，妹，我话没说完呢。如果说你要想自己打理这个华顺药铺，那还是可以商量的。我自己的事儿，我凭什么跟你们商量啊？哎，韶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个好汉3个帮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再能干，你能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吗？不能吧，你还是得请人，是不是？与其让外人挣那份钱，不如让你哥挣。再说了，那外人始终能跟你一条心吗？人心隔肚皮，少忠可不一样啊，他是你亲哥，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韶华，娘就跟你这么说吧，自从咱们家那池春堂卖了以后，你大哥他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事儿做，现在就是整天在家里边混吃混睡的。你说要这么下去，他这个人就废了，你就帮帮他，行吗？啊，韶华，其实吧，我刚才说给你帮忙，哎呀，那是不好意思。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想求你帮帮你大哥，啊，成吗？你们让我再想想。老爷，大顺儿，娘想你们了。那不争气的二儿子，把药铺都给弄没了。你说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
老爷。娘，早点睡吧。哪儿睡得着啊？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今儿怎么过，这以后也怎么过呗。话是这么说呀，这北京的药铺都没了。那华顺药铺不还在吗？您就别担心了。这以后呀，只要有我和轩轩的，就少不了您的。老大家的以后那可就真是要靠着你了。快起来吧，啊！老大家的，有个事儿啊，还得跟你说。您说吧。这二顺回来了，这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呀，总得做事干活啊。要不你在华顺药铺，你给他找个差事。这孩子没什么心眼儿，除了让人骗，就让人欺负。他要能跟着你，娘心里也踏实。娘，绝不可能。他可是大顺的亲弟弟，他现在这样，你看得下去吗？说怎么说来的？长嫂如母啊。从他霸占陈记药铺那天开始，我和他陈二顺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这孩子干的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过分。我想起一回我就气回去，恨不得给他俩耳光。这事儿都过去了，咱们毕竟还是一家人呐。娘，因为跟大顺的缘分，我跟您是一家人，但我跟陈二顺不是。听娘一句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您是他亲娘，您愿意饶他是您的事儿，我不是他娘，我不饶，我绝不饶。二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除了一身的病，你可怜可怜他呀。他一身病是我做出来的吗？我为什么要可怜他？在我这儿，他一点都不可怜，他只有可恨。娘，老大家的，你听我说，我没说完呢。你来我陈家，我可没求过你什么事儿。这回就当我求你，你帮一回二顺啊！娘，我告诉您，什么事儿在我这儿都可以商量，唯独这件事儿不行。而且以后这事儿您绝对不能再跟我提，知道吗？没事，我就走了啊。老大家的，就算是二顺不成，宋表弟总成吧？你不能自己家人你一个都不用啊！这要让外人知道了，人家以为你存心你跟我生分。但是娘，我也跟您说啊，这药铺里头现在有管账的了，宋表弟他来也行，但他只能当个伙计，行吗？行啊，行，行啊，啊，那行我就回去了啊。